什么？菜头粿。菜头粿。菜头粿还记得吗？在外婆家很爱吃啊。菜头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过年快到了哦。那我们过农历年的习俗呢，一定会吃萝卜糕啊，因为萝卜糕呢，它在台语的发音叫菜头粿。那菜头粿呢，意思就是一种好彩头的意思，就是一种好的预兆，所以过年一定要吃萝卜糕，就是吃菜头粿，让将来的一年呢，能够博一个好彩头。那萝卜糕的糕呢，也是步步高升的意思。那我之前呢就有做过这个萝卜糕的影片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右上角的资讯卡。那今年呢就来做个不一样的口味哦。那我要做的是比较像台式的，叫小鲜肉萝卜糕。好，我自己给它取的名字啊。那它使用的材料比较简单，那香气呢比较单纯，会有比较重的萝卜香味。台式萝卜糕基本上就是看起来就是白白的，没有加什么东西。那我这个小鲜肉萝卜糕呢，就是里面有加一些绞肉，来增加食用的口感。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完整的比例跟配方，上次做的影片呢，可能配方上讲的不是很清楚。那这次呢，我就把配方跟整个详细的过程，整个整理一遍，让大家看完，马上可以做出一块美味又漂亮的萝卜糕。那这边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的道具哦，就是我后来发现的，就是用这个。这个是蛋糕的不粘烤模，是一个活底的。那我发现呢，用这个做出来的萝卜糕非常好脱模，而且呢，造型会非常的平整漂亮哦。那这是一个8寸的大小，那我分享的这个比例跟配方呢，就是刚好可以做一个这个8寸蛋糕模的萝卜糕。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这个小鲜肉萝卜糕怎么做吧。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介绍制作这道小鲜肉萝卜糕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最基本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啦。出来了，是这个，就是再来米，这是新鲜的再来米，在米行刚买的哦。再来米400克，中型的萝卜1根，大约800克。然后我们还需要水，水要使用1000 cc。新鲜的猪脚肉300克，煎鱼粉2茶匙，还有盐巴2茶匙。那盐巴跟煎鱼粉的量，你可以按照你的口味自己去调配。那用以上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我们的小鲜肉台式萝卜糕咯。现在马上就来看如何制作吧。好，我们第一步呢，先来处理这个萝卜。那我们要把它刨成丝。那使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刨丝板哦，我觉得用的蛮顺手的，会比那个什么造型的摩登的那种好用。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刨成丝吧。好了，刨丝完成了。刨丝完之后，就把它放到电锅里面蒸熟，使用外锅大约1杯半的水去蒸熟。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做再来米浆。那我们刚才有说这个分量呢是水1000克，再来米呢是400克。那我们在制作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再来米呢，我们已经让它泡水泡软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再来米本身已经吸收了水分，所以它的重量已经改变。因此呢，我们要利用这个秤来称出一个总重1400克的再来米加水，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吸水膨胀产生的误差影响到我们需要的水量。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秤。那我们把这个秤做好归零之后，把再来米倒进去。好，那目前称出来呢是824克，所以我们继续添加水下去，要让它的总重量到达1400克。
好，那这样子称出来总重量1400克，就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了。好，这个比例非常重要，水跟再来米的比例，用这样去称呢，你才能够称出正确的比例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借助这个机器帮我们来做再来米浆。那在做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这个水称好的水跟再来米呢，要把它分开来。因为我们不要用那么多水下去打，会不好打，所以先把一些水分装出来。好，那这个水呢，你不要把它倒掉哦，这个是要配我们这个再来米浆比例的。你如果倒掉，你就不知道要配多少水了哈。这个水也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先把它放旁边。好，那我们把这些再来米跟水呢倒到这个搅拌机中。好，那我们设置完成了，就可以开始来打了。那打的时候呢，要用抢的打，打的时间会蛮久的哈，大约需要2分钟。好，那你打一阵子之后呢，你可以用手下去摸看看。好，你可以摸到一些粗的颗粒，那就是还没好哦。我们要继续打，打到让它粗颗粒消失。如果是细微的颗粒还可以接受，但这颗粒太粗了。好，就是用手去感觉来判断你打的程度够不够。好，那我们盖上盖子，继续接着打。好，那你如果只是这样打哦，它其实是很难打得很碎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打的时候呢，会摇晃它，就是改变它的倾斜角，让它可以把那个底部沉在底的那个颗粒呢扬起来，打碎。哦，所以要这样打。我们再打开来看看哦。我这次摸起来感觉就差很多了哈，摸不到那种很粗的颗粒了，可是颗粒还是不少，所以我们要再继续打一下。好，我们再检查一次。这次你再下去摸是摸不到粗颗粒了，好，抓不到粗颗粒了。然后呢，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它变得稠稠的、咻咻的感觉。好，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完成了。好，摸不到粗颗粒，然后有咻咻的感觉，就稠稠的感觉。那还是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小颗粒，那个就没关系了哈。那个我们等一下在烹饪过程中就可以把它处理掉。好，那我们的再来米浆就制作完成了。准备用它来做我们的小鲜肉萝卜糕咯。好，那我们这个萝卜糕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再来米跟水的比例啊，所以呢，当你称好这个米跟水之后，一定要确实留好哈，这就是我们要用的比例。等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水加到这个再来米浆里面，把这些再来米浆跟水混合。好，放在一起。好，我们先把再来米浆倒进去。你只要打了成功你倒了之后呢，它里面是不会剩一些粉粒在里面的。你如果倒完发现里面有粉粒卡在里面，或是沉积在下面，那就是你还打得不够要继续打。好，那我们这样倒完之后，里面会空空的就不会有东西了。然后再把这些我们需要的水分呢加进去。好，那我们制作完这一锅就是我们正确比例的再来米浆了。等一下呢，我们就用它来做萝卜糕。好了，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啦。我们准备一个大的炒锅，把锅子烧热，然后加入一些沙拉油。那等油热了之后呢，把切碎的红葱头放进去炒香，香气出来之后，把绞肉放进去拌炒。
这时候呢，把我们调味的盐巴放进去，跟猪肉一起炒，把它炒入味。接着把蒸好的萝卜丝放到锅中，和这些肉一起拌炒。那这时候会有一些水分，可以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接着加入胡椒粉调味，再加入煎鱼粉，把它充分拌炒均匀。接着我们要加入再来米粉浆了。那在加之前，一定要先把粉浆搅拌均匀，接着再倒入。那这时候呢，锅子要转中小火，慢慢的翻炒，让这个再来米浆呢可以充分的糊化。那慢慢拌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它就会渐渐的凝结，变得很浓稠的感觉。好，那现在呈现这种状况就好咯，我们可以把它盛装出来了。那我们准备的这个8寸蛋糕模，下面呢先垫一张油纸，方便以后脱模。那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萝卜糕泥呢放到烤模中。放好之后呢，利用刮刀把表面铺整均匀，变成光滑平整的表面。那这样就完成了，可以准备放到电锅中去蒸了。那我们电锅呢，外锅要放2杯水。那这个8寸烤模放下去蒸是刚刚好的哦。好，那我们就等它蒸熟就可以完成咯。我们的萝卜糕已经蒸好咯，真的好香，烫烫的。那我们就等它彻底冷却之后再来脱模。这个萝卜糕刚蒸好的时候呢，它还软软的不适合脱模。等它冷却之后，我们再来脱模，看看我们制作的成果。好啦，经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萝卜糕已经冷却了。那因为我使用的这个是蛋糕的不粘烤模再加上呢，它本身有一些油分在，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其实已经跟那个烤模呢已经脱离了那我们只要再借助一下这个脱模刀，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取下来。那我们准备一个盘子，等一下取下来之后把它倒扣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取出来哦。我们就用脱模刀把边边的还有一些粘到的地方画一下。再来呢，把这个盘子扣在上面，把它翻过来哦蛮重的。好，翻过来之后呢，这个模子就下去了可以拿出来了，非常的完整。然后我们有垫那个油纸嘛我们把它有些粘到的地方稍微刮下来，非常的完美你看这个底部很平整非常漂亮。好，那我们把这油纸拿下来，我还在冒烟。好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完整的方方正正的萝卜糕。那它的颜色呢，就比之前我们做的那个港式的那一种呢要淡一些。好，我们脱模下来的萝卜糕非常的平整，非常漂亮，造型就像一块蛋糕一样。你如果在上面插一根蜡烛人家还以为你在吃生日蛋糕那我们现在马上把它切开来煎顺便跟大家分享怎么煎萝卜糕这样子。那煎萝卜糕确实是蛮简单的啦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煎看看，看好不好吃呢？很香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把它切开。打开来看看。开嘞这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切口呢非常漂亮。那里面呢也都完全有熟透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切完之后呢，发现里面还会有白白黏黏的东西，那就是还没熟。那没有熟透没关系哦，你发现你没有熟透的话，你就把这半块再拿下去继续蒸。把它再蒸熟，这样就好了。好，再来我们把它切块，切块之后来煎。好，那我们切的话呢，先切1/4。我们一次吃大概吃1/4就差不多了。好，另外这1/4再储存起来，晚一点再吃。好，那切这个萝卜糕的时候呢，我是建议你就切1.5公分的厚度，然后让它煎的刚刚好呢，然后好吃呢，一定要控制它的厚度。你不能说一边厚一边薄，这样就不容易煎的一样熟，然后一样好吃。好，那我的经验我是抓1.5公分，也不要太厚。就差不多这样子一块，这个厚度，让它尽量保持一样。那我们继续把它切完。好了，那我们切了差不多6块那最后剩了一些边边角角呢，就也是让它保持厚度。你可以薄一点，但是不要太厚。薄一点呢，就是你煎的时候早点拿起来就好了。如果太厚的话，就比较不好煎好，那我们把这些呢，等一下拿来把它煎来吃。等一下就好吃的萝卜糕可以品尝咯。我们把锅子先烧热，然后在里面倒入一些油。那我们使用的是不粘平底锅，所以这个油呢不需要太多哦。那把锅子拿起来摇晃一下，让油呢可以平均分布上去。放入萝卜糕，放的时候呢轻轻放就好，才不会喷溅哦。那我们把定时器做定时。那煎的时候呢，不要去随便翻动它就让它同一面持续煎3分钟。那在煎的时候呢，要时不时的把锅子拿起来摇晃，让这个萝卜糕呢可以均匀的吃到油，才可以煎出恰恰的口感哦。好，时间到了，那我们准备要来给它翻面哦。翻的时候要小心哦。那翻面之后呢，可以看到煎好的那一面呢，呈现很漂亮的金黄色哦。这就是恰恰的感觉。好，那另外一面呢，也是一样煎3分钟。让它慢慢煎吧。那煎的时候记得锅子都要拿起来摇晃，让它均匀的吃到油哦。我们用煎的萝卜糕，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它那个恰恰的口感，所以一定要让这个萝卜糕都可以吃到油。好，时间到了，那我们可以准备把它拿出来了。味道很香哦。好，我们把它取出来。这个萝卜糕的香味非常的香，都是萝卜的香气。好，把它摆盘摆好。那萝卜糕一定都要撒上一些酱油膏，那撒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萝卜糕是有调味过的。那在上面呢，再撒上一些香菜，增加它的香气和口感。好了，我们的煎萝卜糕完成喽，看起来很美味吧？好了，我们的萝卜糕煎好了，很香哦。这个香味呢，比我之前做的那种有加油葱酥的还要更单纯一些，就是很浓的萝卜香味。
我现在就来尝看看哦。那煎的时候表面煎的这样恰恰的哦，吃起来就很好吃。我们尝一口看看。哇，有萝卜糕哎，好香哦！我也要吃。好，你坐下来。啊。好吃吗？好吃，你觉得它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很香。然后呢？然后那个酱油加的又刚好，很好吃。好酱油。那也配一些香菜。敢吃香菜吗？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吃萝卜糕了。你要吃几块？2块。美味又好吃的萝卜糕，小鲜肉版本，我做得出来，你一定也可以哦。今年的过年，自己去做美味的萝卜糕来吃吧。那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击一下喜欢、订阅哦。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很够味，而且有碎肉，对不对？小鲜肉，小鲜肉，然后单吃很好吃，配上这个香菜很好吃，你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吃，手停不下来，怎么办？哇，有萝卜糕，我也要吃。我不想给你吃哎。这谁做的？爸爸。那你到底吃多少个了？最后一个咯。还要切饭吗？1人半。喂，好了，没了。那是什么？那个叫什么？菜头粿。菜头粿。菜头粿还记得吗？在外婆家很爱吃啊。菜头粿。嗯